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收整所的阿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OK， 我们今天就从这一位奥斯卡影帝丹佐华盛顿的这句名言开始。他说：“人生中没有任何事是值得的，除非你愿意承担风险。”这句话其实就点出了今天整个分析的核心。你想想看哦，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追求稳定安全，最好是钱多事少离家近。但丹佐认为，那些真正有价值、能让你感觉到自己真的活着的成就，不管是创业成功、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，还是找到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，他们全都藏在风险的背后。这句话听起来很鸡汤，对吧？好像只是在鼓励大家要勇敢一点。但重点来了，他接下来的整个论述会用非常实际，甚至是有点残酷的逻辑告诉你，为什么这不只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个可以也应该被执行的生存策略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从小到大，不管是爸妈、老师，还是身边的亲朋好友，总是会不断提醒我们，记得要找个有退路的选项哦，要为自己准备一个 Plan B， 你要有个东西可以 fall back on， 意思就是说，你要为自己准备一个安全网。万一你追梦失败了，创业失败了，至少还有个地方可以退，不会摔得太惨。这听起来是不是超级合理？这根本就是我们华人社会的集体共识。但是，如果这个我们深信不疑的共识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呢？就在这里，丹佐华盛顿直接抛出了一个震撼弹。他问：如果这个准备后路的建议，恰恰是你这辈子能得到最糟糕的建议呢？哇，这句话就真的很颠覆三观了。一个我们从小听到大、充满善意的建议，怎么可能会是糟糕的？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？这就带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核心观念。我们来深入聊聊这个所谓退路的谬误。丹佐认为，当你心里一直想着那个 Plan B， 那个万一失败可以回去的工作，或是那个安全的选项时，你其实在潜意识里就已经为自己的失败做好了准备，甚至可以说你是在允许自己失败。这就像什么？这就像你打一场仗，但你从头到尾都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哪条逃跑路线最安全。你说这场仗你打得赢吗？你的能量、你的专注力早就被分散了，因为你的大脑会不断告诉你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就算 A 计划失败了，我还有 B 计划可以退。这种心态会让你永远无法拿出200%的力气去冲刺，因为你根本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。我们可以从画面上这一张比较表看得更清楚这两种心态的巨大差异。左边的向后退就是传统思维，你为失败做打算，所以当困难跟冲击来临时，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撤退、逃避，退回到你那个温暖又安全的网子里。这最终可能导致你过着一个远低于你能力所及的生活，一个非常安全但可能有点平庸的生活。但右边的向前叠哲学是完全不同的心智模型，它不是为失败打算，而是预期失败会发生，并且准备好要从中学习。所以当你跌倒时，你是往前扑倒的，你看得清楚楚自己会撞到什么，你能从这个冲击中学到教训。这是一种拥抱风险、追求热情的人生态度。你的思考模式不再是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，而是我要怎么从这一次的失败中学到东西，然后继续前进。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这也是向前叠这个概念的精髓所在。丹佐华盛顿要我们彻底重新定义失败这件事情。在我们的文化里，失败是可耻的，是要尽全力避免的。但丹佐告诉我们，失败不是终点，它只是过程，它甚至是通往成功唯一的路径。丹佐讲得非常直白，他说，你会失败的，你会输，你会在某些事情上逊到不行，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。他没有要给我们什么虚假的希望，说只要你够努力就不会失败。不，他直接告诉你，失败是人生这场游戏的内建设定，是100%会发生的事。所以重点从来都不是如何避免失败，而是当你失败时，你用什么姿态去面对它。
你是向后退，躲回你的壳里，还是向前跌，把脸摔在地上？但至少你看清楚了前方的路。他举了一个超棒的例子来证明这点。美国棒球名人堂的传奇人物 Reggie Jackson， 绰号叫十月先生，因为他总是在10月的世界大赛中打出关键表现。他在职业生涯中总共被三振了几次？大家可以猜猜看，100次、500次、1000次？答案是2600次。这不只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这甚至是美国职棒大联盟史上的最高纪录，它是历史上的三振王。2600次诶，你可以想象吗？每一次站上打击区，面对全场几万名观众，然后挥棒落空，那种压力跟挫折感，他经历了2600次。但重点来了，今天我们提到瑞吉·杰克森，有谁会记得他那2600次的三振？没有人。大家记得的是什么？是他的全垒打，是他在世界大赛的关键时刻，一棒把球轰出全垒打墙的那个十月先生传奇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了，当你最终取得巨大成功时，过程中的那些失败都会成为你传奇故事的注脚，而不是定义你的标签。正是因为他愿意挥棒落空2600多次，愿意承担被三振的风险，才换来了那些改变战局、名留青史的关键全垒打。这就是向前跌的最佳实践。还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例子，发明家爱迪生。我们都知道他发明了电灯泡，点亮了整个世界。但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是，在他终于找到正确的灯丝材料之前，他进行了超过1000次的失败实验。1000次，你可以想象，在当时很多人眼中，他可能就是个不断在浪费时间和金钱的疯子，一天到晚在烧东西。最终是第1001次的尝试，才诞生了我们现在理所当然在使用的电灯泡。爱迪生自己就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他说：“我不是失败了1000次，我是成功的证明了那10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。”你看，这就是心态上的巨大转变。每一次的失败不都是倒退路哦，而是往前又推进了一步，因为你又排除掉一个错误的选项。每一次跌倒，您都更清楚终点的方向在哪里，这就是向前跌倒。当然，丹佐自己就是向前跌这个哲学的最佳代言人。他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，这段真的非常激励人心。在他演艺生涯的早期，他跑去试镜一个百老汇音乐剧的角色。他觉得这个角色超适合他，只有一个小问题，他根本不会唱歌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他失败了，而且是惨败。但重点是他失败后的反应。他没有因此就想说，好吧，看来我没天分，那我去找个退路，去做个稳定的工作吧。没有，他走出剧院，继续准备下一次、再下一次、再一次的试镜。他不断的失败，失败，再失败。但关键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圈子。就像一句老话说的，你在理发厅待久了，总有一天会轮到你剪头发。就这样过了30年，30年后，丹佐主演了舞台剧《藩篱》（Fences），大获成功，还拿了美国剧场界最高荣誉东尼奖。但最戏剧性的是什么？他演出的那一间剧院，就是30年前他第一次试镜惨败的同一个地方。这就是向前跌最完美的体现。30年前的每一次跌倒，都在为30年后的成功铺路。所以，丹佐直接向我们所有人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：你有失败的胆量吗？他接着说，如果你回顾过去几年，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失败过，那只说明一件事，你根本连试都没试过。你只是待在你的舒适圈里，做那些你100%确定能成功的事。但真正的成长，真正的突破，真正的精彩故事，永远都发生在舒适圈之外，那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失败可能性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关于心态的问题，关于如何拥抱失败，向前跌倒。但光有强大的心态还不够，你还需要正确的行动方法。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具体的行动。丹佐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，那就是梦想和目标之间的差别。这句话真的要刻在心里。没有目标的梦想，终究只是梦想。很多人都有梦想，对吧？
我梦想环游世界，我梦想财富自由，我梦想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。但这些都只是漂浮在空中的美好幻想。如果你没有把它们转化成具体、可实行、有时间限制的目标，那它们就永远只会是梦。梦想是你躺在床上想的，而目标是那个会让你愿意在早上6点跳下床去执行的东西。梦想是模糊的，目标是清晰的。举个例子，我想变有钱是梦想，但我要在3年内透过经营 YouTube 频道和接案，存到我的第一桶金100万，这就是目标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丹佐用了一个超级经典的9点谜题，大家可以看看画面这张图，这里有9个点排列成一个正方形。挑战是你必须用4条连续的直线，把这9个点全部连起来，过程中笔不能离开纸。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，都会不自觉地把线条限制在那个由9个点构成的无形方框里面，结果就是怎么画都画不出来。但真正的解法是什么？你必须跳出框架思考，你的线必须画到那个框框的外面去，才能用4条线连完所有的点。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比喻。要实现你的目标，你常常需要破坏那些自我限制的框架。你的目标可能需要你去做一些你从没做过的事，去想一些你从没想过的方法，去跨出你的舒适圈，就像把线画到框框外面一样。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在建立了向前叠的心态和把梦想变目标的行动准则之后，丹佐把格局拉得更高了。因为他认为，真正的成功不只是为了你自己，而是当你成功之后，你打算如何贡献这个世界，这才是让你的成功变得有意义的关键。他问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：你打算如何运用你所拥有的东西？这里的东西不只是指钱。他列出了一系列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的资源，像是你的时间，这是最公平的，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。你的才华，那个你做起来毫不费力，但别人却觉得很难的事情。你的祷告，如果你有信仰的话。你的财富，无论多少。你的耐心，你的善良，甚至是你的爱。不管你是商学院的学生，是护理师，是工程师，不管你有的是钱，是耐心，还是善良，这些都是你独一无二的天赋。重点来了，丹佐说，关键从来都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用你所拥有的做了些什么。他提到他刚从南非回来，看到那里有严重的贫困问题。他也提到日本需要帮助，美国各州需要帮助，甚至他当时演讲的所在地费城也需要帮助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需求，而我们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天赋去填补某个缺口。所以问题就变成，你人生的目标不应该只是累积更多，而是要思考如何去给予。你可以问问自己，我的时间可以用来做什么有意义的事？我的专业能力可以帮助谁？这才是让你的人生真正变得富足有意义的关键。好了，到了今天分析的最后一部分，也是我个人认为最强大、最震撼的一个比喻。如果前面讲的那些都还没办法说服你采取行动，那丹佐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，绝对会让你从今天开始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你的人生。这是一个最急迫的行动呼吁。他要我们想象一个画面，当你走到生命的尽头，躺在病床上，这时候你的床边围绕着一群鬼魂，但这些鬼魂不是别人，他们是你未被实现的潜能的化身。为什么这些鬼魂会围绕着你，而且他们非常的愤怒、失望、难过？因为他们就是那些你从来没有去执行的好点子，那些你从来没有去善加利用的天赋，那些你本来可以写出来的书，可以唱出来的歌，可以创立的公司，那些你本来可以成为的更好的那个自己。他们围着你，对你说，我们当初找到你，是因为全世界只有你能赋予我们生命，但你却因为害怕，因为懒惰，因为害怕失败，让我们跟你一起被埋进了坟墓。这个画面真的太有冲击力了。
那些你不敢追的梦，不敢冒的险，不敢说的话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都会化为鬼魂回来质问你。最后，丹佐把这个问题直接抛给了我们每一个人：当你的时刻来临时，你的床边将会有多少鬼魂？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，但它却是一个能够驱动我们一生的问题。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个选择，每次是选择安逸退缩，还是选择勇于的向前跌倒，都在决定着我们临终时，床边是围绕着充满遗憾的鬼魂，还是充满感激的成就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我们从丹佐华盛顿的哲学中学到了几个关键心法。第一，抛弃传统的准备退路思维，因为那只会让你分心，要拥抱向前跌倒的勇气。第二，重新定义失败，把每一次的失败都看作是更接近成功的一步，就像爱迪生和瑞吉·杰库森一样。第三，把虚无的梦想转化为有具体计划的目标，并且要勇于跳出框架去执行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思考你拥有什么天赋，以及你打算如何运用它来贡献世界。不要让你未实现的潜能，最终成为围绕在你身边的鬼魂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，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